陆的有公务船、海巡舰，哦，都跑到我们的限制水域，哦，然后呢，警告3个外籍货轮，本来这是我们的权利啊，但是警告外籍货轮说，哎，你跑到我的区域来了，哦，你是哪里谁？你要干什么？哦，去问人家，那我们就很气啊，我们就说他没有主权，不要理他，哦，告诉外国这些船了，哦，那说不用理他，哦，因为呢，他已经询问外籍货轮了，好像一副在执法了，哦，那林佳龙说，这个叫做假执法，真扩权。认知作战在操弄，因为他到台湾东部去对那个船喊嘛。问题就是我们是讲，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权利，你就要去啊。那你为什么不去呢？一开始你还人家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他们2个跟我们无关，怎么无关？在你旁边至少要通知你吧，至少要召回你，要尊重你吧。我们不是常常讲要尊重吗？大陆对我们要对等，要尊重吗？哦，要尊重我们的主权吗？那怎么碰到日本、菲律宾就不讲这个呢？你不该尊重我吗？不该跟我讲吗？而且你在我旁边，你们2个谈好了，那我算什么东西啊？哦，说不影响到第三国，什么叫不影响第三国？我怎么会不影响我呢？你到时候你派海警来这个巡视的时候，我怎么办呢？你们谈好了，把我甩在一边，在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民进党政府就应该抗议嘛。外交部就要抗议嘛，然后我们的船立刻海巡署的船就要去那边加强来巡视嘛，对不对？海巡弟兄是很辛苦，在这个时候呢，就要表现哇，这个国威不要扬威嘛，就是这个时候要这个发扬国威啊，哦，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啊，你不去大陆找到借口了嘛？我说那我去了，哦，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不该来，他是不该来啊，那你为什么不去呢？这叫趁虚而入，你不懂，没有听过这话吗？你就趁虚。因为你不去，他就来了嘛，其实就这么简单嘛。哦，那行政院的发言人张敦涵说：“这是蓝色海疆，寸土不让。那早有这个态度就好了。我们也是希望你有这个态度啊，本来就不应该有，老公也不该来，日本、菲律宾也要注意，就是这样子嘛。哦，那国台办就讽刺了说：你看绿营自己丧失立场，现在说台湾网民还说：你看我们不错啊，为渔民撑腰啊，渔民还靠我们呢、啊，你就对不对？干嘛靠你呢？靠我们不行吗？哦。”所以呢，现在媒体说政府不能只喊话嘛，人家喊啊，哦，你骂我有什么用呢？管被你骂我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骂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我是讲说你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只有打败的将军，没有打败的兵嘛，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海巡只是听你摆布嘛，听你调度嘛，那你不叫他去他就不去了，你叫他去他就去了，不是这个样子吗？你派几艘船去，几艘船去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你政策错误，你叫基层在那边跟你扛，你扛什么东西？大陆的媒体也说了，说大陆的海警编队一直到钓鱼台附近喊话警告日本船舰，他跑到日本的领海上去讲，哎，日本的不是领海了，专属经济区，也说他有管辖权。哦，这东西哦就是这样了哈。国际法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为什么就包括老沈常常说，为什么你说大陆的主权是中华民国的？为什么你说？你这不笑死人吗？大陆主权是你管他吗？哎，我说奇怪了，那他不是说台湾是他的吗？吵架的时候哈，他说你是他的，我当然说你是我的嘛，不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大陆说台湾主权不是我的，那我可能也可以说好吧，那既然如此，大陆主权不是我的，他放弃过吗？大陆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说台湾是他的。对不对？台湾后来只是搞了一个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而已，但是不承认，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台湾的主权。那他既然不放弃，我比他成立早，中华民国比他早38年，为什么不能说他是我的呢？他是把我打日本打了8年，趁虚而入把我赶走的、啊，当然是这样嘛。吵架不是这样吵吗？你为什么要自己放弃呢？他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这日本的也是我的，对不对？你在日菲，你们给我签了个议，对不对？好。我跑到日本这个东边的专属经济区，这是我有管辖权，我看你怎样。所以呢，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中华民国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海巡人员在彭佳屿东方40里处对大陆海警船广播驱离。中国没有管辖权，请不要骚扰航行船只。但注意到了吗？海巡人员除了要大陆海警离开我管辖海域，还要他别骚扰其他货轮，因为现在大陆海警由巡转管开始在中华民国海域对外籍货轮实施盘巡。
请保持正常航行，不用理会中国船舶广播。同一时间，日本 NHK 也报道，有2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与那国岛南方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并同样宣称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那中共的这个做法不仅危害了我国的主权，也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跟国际的公约。那我国的海军、海巡也都严密在掌握当中，蓝色海疆我们还是寸土不让。被大陆海警硬闯，我方强调寸土不让。不过，眼看日本、菲律宾即将启动专属经济海域 EEZ 的双边谈判，在野党也忧心，恐怕有损我国主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中共假这个执法真扩权的叙事的框架中。会不会跟日菲两国展开正式交涉？我们都跟他们有保持沟通协调。那日方也有先知会我方渔民作业的权益。都会得到确保。虽然台湾没跟日菲两国一起上谈判桌，外交部也要告诉国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来，嘉玲，是今天林佳龙他就讲说，其实事先日方有先知会了啊，确实当时反应的速度是慢了一点哈。不过我看后面的因应倒是还蛮周全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海巡大家可能不晓得，就是说海巡不是每天那个船在军舰那个海巡舰等等都在港内等，他们常态性就在我们的相关的经济海域、我们的周边在巡视啦所以这一次中国特别我觉得啦他是趁着这个日本跟菲律宾谈判的这个事件来狐假虎威啦，这很像什么？很像一个强盗跑到我们家门口，告诉大家说这是我们家你要经过这边，你要留下买路钱的一样的意思啊，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嘛所以对他来讲，他当然希望说在中间能够以这个非常态不断的测试变成常态。那如果我们的反应不及的话，就会变成说，这好像是常态。在对日本来讲，对菲律宾来讲，对世界各国来讲，他会觉得说，你中华民国台湾没有反应啊，你没有反应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海巡弟兄我们的海巡同仁是非常辛苦啦，常态性就在我们周边的海域就在巡视的。那特别遇到这种中国的海警，他透过从6月1号开始到6月6号专案开始，他派出了6600吨到1万吨以上的这个舰艇来侵害到我们的经济海域，它其实就是要造成一个事实说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那他当然应该跟日方挑衅嘛，因为日方跟菲律宾的正在谈判，他们正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全划定，因为他们有一些重叠领域。那也确实，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有一些经济海域是有重叠的，所以我想外交部这个部长今天在立法院这样说，那他们也有事先这个日方有来知会，那对于这个部分有掌握，这是好事啦不过也很希望说，无论是透过新闻的发布，或是透过对媒体的诉说，可以让国人更安心不过我看这个事情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中国它是在做一个大内宣，也是做大外宣。他先派的海警一波一波来，那第二个呢，他就跟外面讲，跟这个外籍的船只讲，说你们侵害到是我中国的经济海域，所以你要离开。这个有点像外宣，就是让你击飞城市啦。到最后，这些外籍的军舰外籍的这个商船、商货轮，他会觉得说，奇怪，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会搞不清楚。所以，我们海巡弟兄在第一个时间非常重要来宣示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相关的海域很重要。第三个，他在做内宣，因为他们的央视报道说，很棒啊，我们的海警已经保护了我们这个台湾是我们中国的，所以呢，我们保护了台湾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他企图对于这个对内去宣传说，中国的人民要看的，我们是保护台湾，台湾是我们的。那所以呢，他又在上面讲说，台湾的渔民是要靠他们保护的，拜托帮忙，台湾的渔民靠你们保护，台湾渔民的相关权益就是中国的这些渔船也好，他的商货轮也好，还有他的海警这些来侵害台湾渔民的权利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理清楚比较好。每个国家本来就会做内宣跟外宣在国际法上，特别在海洋上面本来一个领土的这个确定跟一个管辖权，就是靠不断持续性的所谓的这个权力的一个行使嘛，权力的行使嘛。所以像这一次中国派出了这个5艘公务船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区域这个部分，我们的海巡署很好啊，就采取这个所谓的并行的
的方法，然后不断的叫大家说，你不用去理这个中国的这个处理，他就是用并行的方法，然后迫使中国大陆的这些商务船就退出去嘛，就是我们保障我们自己东部海域的这样的一个领土，这样宣示我们的主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去做啊。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做法里面，表示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这毋庸置疑。我们只是挑战的就是说，当这个菲律宾跟日本在做这个所谓经济海运上面的协谈的时候，我们外交部第一个时间点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出来，对于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公务船这么样的直接的一个回呛？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很需要的嘛，不是吗？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你要不断的行使你的权利，才是我们认定你主权最大的一个方法。那当日本跟菲律宾都已经亲门踏户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的反应，那是我们大家才会引起国内这么大的一个波澜。还好他们在48小时之内把这个态度也给转换了。那我在思考，如果这一次不是中国大陆进来，今天是别的国家进来，我们是不是还是那么强烈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呢？我还是强调，海巡弟兄非常的辛苦，我们要给予他100%的支持，而且他们也事实证明，他们在我们东部海岸里面是有这个实力，可以有办法来护卫我们的一个主权。只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对中国大陆是这么样强硬，对任何国家来侵犯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EEZ 这种海域，这个所谓的经济海域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都要维护到底啊。林真。林佳龙部长现在讲的那么好听哈，什么假执法真扩权，那一开始到底是怎么做的？其实中国大陆这样子相关的做法是不会停的，但是呢，我们台湾也不能给人家有任何的借口跟空间。所以你看到外交部当初在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划界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角色，就等于变相了给北京这样子去介入的理由。所以外交部呢，尽管刚刚嘉玲议员是说是比较慢哈，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又是所谓的处遇失当啊，而且造成我们国内的哗然，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动荡不安，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的执政党政府，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全体检讨下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没有做，你就是慢了好几拍。那当然，这个民进党政府呢，在第一时间没有把中华民国的海权讲清楚，反而像是一种默许、一种肯定。那明明呢，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海洋的权益，但是你没有强势的表态，你就是把相关的这个论述空间呢，你就是全部拱手让人。那除了这个海洋权益之外呢，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渔民未来的作业空间哈。所以当外交部第一时间他表达是说，肯定我们愿意共享海资源的时候，甚至包含赖清德总统，他面对记者的提问，他都是掉头就走，避不回答。那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痛心啊，因为比方说以我们新北市来说，我们新北市呢拥有全台湾最长的海岸线，包含了瑞芳、贡寮、万里、金山，我们有非常多都是仰赖海洋为生的渔民。我看到这个宜兰县的这个吴宗宪委员，他也公开的去呼吁政府一定要有态度。李四川也出来呼吁说，你这个政府呢，渔权要顾好，经济海域的这个界限要弄清楚，你要站在中华民国渔民这一边。那结果呢，反观民进党的候选人到现在都还是闷不吭声的，完全没有表态。继续讲回来。花生，因为呢传出美国花生要进来了，零关税，哇，这下子，哇，这个厂商，然后呢加工商、食品商等等呢，就想等美国要进来啊，等啊，车子也是这样啊，不是说美国车进来要零关税吗？所以他不买就等啊，花生也是这样啊，一等就没有人买了，因为没有买花生就掉价了，跌了3成啊，是10年的新低啊，谷贱伤农啊。当农产品价钱低的时候，农民就受伤，本来利润就不高了嘛，所以就变成关税其实还没有开始，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 ART 没有上路，跌到30、35块。农粮署说不要成为压低国产花生的依据，不是嘛？但是那就是这样啊，市场的，比如说这个东西增加10%的产量，不是价钱只降低10%，降低可能价钱降低一半了。只减少说我们这不够10%，也不是说只涨价10%不够了，哇，大家害怕了，可能就是加倍的涨都有可能啊，本来就是这样，再加上农业经济的周期特别短，跟工业经济比，工业周期比较长，因为农民他不知道嘛，
所以政府就要给他各种讯息，让他知道说，哦，现在哦大家都在种，哦，农民是一涨价就开始都去种，然后一种就多了，又跌价了，跌都不种，跌不种后呢又涨价了，永远这个周期上这样这个循环。所以以前什么农妇会啦什么，基本上都是要劝导给农民各种的讯息，好吧？那么这个农业部长就驳斥说，这个还没有生效。美国花生还没有零关税嘛，所以呢是有不实谣言打压，要联合稽查啊，你去稽查啊，那个谣言其实很难去防止的了哈。那心理的这个预期，盘商也不收购了，就我刚刚讲的，不收购你摆那边给它烂了，现在下雨给它长霉啊，给它生黄曲毒素啊，但是一听到黄曲毒素吓死了哦。所以呢，国民党委员要求农业部研议提高转作奖金到10.5万，3倍。那问题他去转做什么呢？他转做就不要种花生，种别的。第一个现在也来不及了，第二个要转做什么也要告诉他。你转做那个会不会又高了呢？哦，那所以呢，云林一期花生开盘就跌3成，农民说政府没作为，农民当然很生气了。那总统赖清德曾经喊话说不用担心。都是对方的谣言，这跟对方没有什么关系啊，就台湾的预期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哦，所以呢，不仅是花生了，很多东西都会造成影响的。我们看一下，整排花生躺在路上，因为一期花生这个月陆续采收云林虎尾的产业道路成为天然晒场。但现在采收好的花生摊在帐篷里，外头雨下个不停，牵动农民的心。一旦含水量高，花生的价格就越低。农民拢拖咧等啊，拢雨水期，才拖到咧早前烦恼啊。你无靠浸水量会出去，为叫咱靠袂起来。如今加上美国零关税花生即将进入台湾，近3年平均每斤45到48元的产地价大幅崩跌，每斤剩下不到35元，连同蒜头、地瓜、玉米都价跌，让农民苦不堪言。剩无像种关税、零关税来差了伤济啊，还无限量。含量大些唔知，你个大库存旧个村，那就种免种啦。每种一颗都是亏钱。作为种植花生的农业大县，云林县长张立善说，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美国进口零关税。那我想这当中有一个预期的心态，就是会预期到未来如果这样的一个零关税的花生进口会冲击到我们本国的这个花生啊。而在地立委也早有预期，提案要求农业部拉高对农产品受进口损害的救助基金。因为美国花生进口而导致，花生的价格会降低，这是一个不实的讯息。像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我们绝对不会直接跟农民收购，我们会透过种种的措施去支持我们产地的价格。强调收购花生不会是选项之一，农业部长一口咬定关税影响花生价格是不实讯息。秘书长，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了哈。部长说啊，这个跟这个 ART 无关嘛，所以开始又要联合稽查，又要抓盘商、抓菜虫，2件事情。好，这一次如果跟关税无关，那未来如果 ART 实施之后怎么办？对，怎么办？对啊，就是不可以只有抓盘商、抓菜虫督小。第二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很难一下去解决，但基本上刚刚大家谈的就是宣导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然后配套其实也没有做法。那就说第一，我现在看到就是说，总统大概第一时间，我刚刚最压抑不是是我们不要管，这如果没有打错，他说是对岸。他说对啊，又是中国，这最廉价的，出了事情就推给共产党就好了。好，所以我觉得总统大可不必这样了哈。不过我觉得哈，老是这样，就是说不实讯息，然后查产销，然后呢最后就是拿我们的钱出来补贴，就这样而已啊。哎呀，你搞不够后尾红花嘛？我目前上看不出来哈。这种严重的预期的心理恐慌我觉得农业部其实要多负点责任啊，不能够两手一摊。那刚刚部长讲的实在是太。这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我觉得他讲很玄学我们绝对不会直接收购。那请问你告诉我不要形容词，你绝对不会这样干，那你要怎么干？你要讲我绝对不会直接收购，我会透过什么机制？不要形容词，你要让农民知道，让张县长所在的云林县知道说过来被安诺嘛，要不然很极有可能就是现在还跟 ART 无关，那未来如果有关，其实你也找不出方法来嘛。目前上看起来就是这样子。邱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是对云林来讲冲击非常大，我觉得。民进党的刘建国一定
要哭出来了。云林哦，因为我曾经去采访过它花生，而且花1个礼拜去采访，哦的那都1个礼拜时间算很长了。那他们的种植面积大概75%，占全国，那产量大概有8、9成哦，在台湾来讲。这样的农民非常多，我就采访非常多的人哦。那时候是怎么样？那时候传说有中国大陆的那个花生可能要进来，那我就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因为我家自己种非常多的花生，前金门最多的花生是我家在种，小等花生，小董花生有品牌吗？以前好，我们自己还有一个炼油厂。就是花生油，花生油，以前没有油嘛，那个军队都要大量的花生油，没错，对，好，那时候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有兴趣。那采访以后，农民跟我讲说，那大陆现在也，那我说啊，政府有没有在抓？他说郝柏村时代抓最凶，最好，对我们最好，我听得都很吃惊啊，因为在农业县很多人其实对国民党那个是比较反感。那我后来才发现了，其实这些农民对这个，因为他只会做这个。只会做这个，你说要跟他转不太可能。那这次的台湾跟美国的谈判伤害最大的其实花生零关税，那还有我们的肉农，我们自己养的这些牛，乳牛它也是零关税。那你这2个一定是完蛋了，拼不过了，绝对拼不过。别人是那种大面积在种植，这个去谈判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告诉他们？我觉得是没有嘛，是美国这边慢慢在公布，我们才知道。那大家可以想象看，对云林的老百姓来讲多大冲击啊！2年前那时候台积电要做先进封装厂，嘉义跟云林在抢，结果嘉义选到了，他被选择了嘉义。嘉义是民进党执政啊，云林是国民党执政，这么清楚的东西，结果嘉义的水不够，要用云林的水啊。云林的湖山水库每天要供应4万吨，那你不是欺负云林人吗？会变成这样的结果，你知道吗？这些农业县的农民，其实不管嘉义或云林，大家都很淳朴。但是当你民进党有这些东西在操作，他会觉得说，怎么是牺牲我？农民都比较支持民进党啊，对不对？因为民进党当年提出一个老农津贴，让整个那个农民就本来是国民党的铁票变民进党的铁票，你知道吗？那你今天怎么反而逆势在做这样事情？所以我们政府应该告诉我们。台美谈判，你还有多少东西没有告诉哪一些行业？我们很多行业到目前还没有被告知。那你今天看到了整个台美的谈判里面，其实台湾做了非常多的牺牲。那这些政府还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也有一些东西进美国零关税。我告诉你啦，那些在台湾来讲，它也不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产业。但是当你把对你有利的东西拿来讲的话，农民就觉得你对不起我，你在搞什么东西？那这个其实可以看到，民进党他一贯的谣言，中国大陆就好像刚刚周宇修秘书长所讲的，这2天在讲那个毒品，他们就说，一通遗址那个是从中国大陆来，不是啊，那个人家明明都知道从印度那边过来，你什么东西都要怪罪中共的话，那你以后民进党打反中牌就会越来越没有效啊。反正这个老沈刚刚讲，小董刚刚讲说，那个老农年金真的，以前台湾的农业县份都是国民党的天下。以前哪一个农业县的县长是民进党没有嘛？许信良当民进党主席，那是许信良当的，提个老农津贴3000块，对不对？一提以后，农民说平官这样跟他友好，我儿子都没有，那时候3000块也不无小补，对不对？如果你2个老人，20几年前了，对吧？也不小，就比我孩子以前是养儿防老，甚至现在养老防儿啊。所以呢，孩子不见得能够帮你，还叫你钱帮他投资。除了郭台铭妈给他钱，郭台铭成功，很多给他钱都失败的因为做生意90%都失败嘛。所以呢，这个3000块以后，反转了，整个农村就反转了。所以选举你说好听叫利多了难听叫政策买票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嘛，怎么会没用呢？选出谁来关我什么事情呢？他对我有好处，每个月都有钱，怎么会没有用呢？当然是有用嘛。休息一下再回来。